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郑杰西卡这个频道。哒啦，那今天迫不及待给大家要分享4个我最近一直在用的适合春夏季节的包包，而且呢都是好看不贵的款式，最贵一个呢也就$500出头。同时呢，在最后还会分享一个好用的美白精华，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开始了。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想买很多年，今年终于下手的 Dragon Diffusion 了。这个呢也一跃成为我最近最喜欢的包，没有之一。那 Dragon Diffusion 呢这2年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哦。它呢其实是来自欧洲的一个小众皮具品牌，主打的就是纯手工的编织，尤其呢适合春夏节用。那每个包款呢都是纯手工制作的，需要工匠呢至少2到4天才能够完成。很多大爆款呢一到夏天就会断货，要买就要趁早。那我这一款呢是他们的明星款 Nantucket 的大号。听这个名字呢其实蛮有画面感的，因为 Nantucket 呢是位于马赛诸塞州的一个小岛，那以此命名呢就是希望这个包包呢能够让大家一眼就想到那种蓝天白云度假的感觉。这个包包呢选用的是水牛小牛皮，非常的柔软，摸起来呢也很舒服，而且最棒的是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个包包的皮革的颜色呢会慢慢发生一些变化，就好像被时间和阳光打磨过一样，有一种岁月沉淀的美感。皮革呢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有光泽。它呢是采用紧密的斜纹人字编织纹理，手工编织而成，所以每一个包包其实它的纹理感都是不太一样的，都是独一无二的。远看的就像草编包一样那么质朴，但是呢其实它又有真皮的那种质感和耐用度。我今天这支影片的后面呢会分享几个草编包，但是我这里不得不说一句真心话用过这种真皮的包包就知道，草编包真的是完全不能跟真皮包比无论是质感耐用度还有收纳的方便程度真的是真皮包包断崖式的遥遥领先所以呢，能买真皮，我还是建议大家买真皮，尽管我也有草编包。那这款包包呢，它采用的是这种无内衬的设计，你装东西进去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种微微的这种下坠的感觉那这种软塌塌的视觉效果呢，反而有一种不刻意的时髦感，就是现在所说的松弛感。那更棒的是它的这个底部其实是有一定宽度的，看到没有？大概是15厘米左右那你不装东西的时候呢，你看就可以把它完全的摊平，这样呢放在包柜里面完全不占空间的，这一点我也特别的喜欢。那我选它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手柄够长。因为很多 Dragon Diffusion 的包包呢手柄都太短了，包括我之前其实也入过一个 Dragon Diffusion 的包，你看它的手柄就比较短除非你穿很轻薄的衣服，否则呢是很难能够背到肩膀上的。但是你看它的手柄就要长很多，那这样肩背就太方便不过了。而且你看它的手柄也是这种人字纹的编织，再加上它本身就是真皮的嘛，很柔软，你背在肩膀上一点都不会勒肩膀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后面会说到为什么的。另外这个包包的边缘呢不是传统的一条直线，而是下面有一个弧度的，所以呢当你这样肩背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贴合身体，你看这样一夹就可以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个包成为他们一直以来的大爆款是有原因的，因为真的很实用。包包的内部呢还有一个做旧的这个小内饰，是他们所有的包包都有的，这个是 Saint Christopher， 它呢是旅行者的守护神，就好像在守护着我们一样。哇，这个点真是很浪漫，非常的戳我。夏天嘛东西比较多，什么外面的针织衫水壶帽子墨镜等等所以我特地选的是一个大号，其实它的尺寸呢是可以装得下一个13寸的电脑。不过呢我个人感觉这个手工编织包如果装电脑就太容易变形了，所以就还是算了吧，装其他东西是 OK 的。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自重非常非常非常的轻虽然它是全皮的材质，但可能是因为这个编织工艺吧还是什么原因，就很轻很轻，所以背起来呢就毫无压力，这点是特别加分的。我呢一直想买一个适合夏天用的白色的包包，所以这次我买的这个呢就是叫做 Pearl， 就是珍珠色，但实物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像灰白色那种感觉，很好搭配衣服的。这里要注意如果你去其他电商买他家的包包，不要只看图片的颜色，因为这一款呢有好几个浅色，你看图片颜色根本分不清楚。
一定要看它标注的这个产品的颜色叫什么，要选择 Pearl， 其他的都不要选，否则是非常容易踩雷的。这个包包呢，我就刚刚搭配过 COS 的亚麻的马甲，再配上一条 Arizia 的黑色亚麻裤子，是不是很好看、轻松时髦？而且呢，这款包包是什么场合都可以背，因为其实它并不是特别像草包啦，哪怕你通勤背也是 OK 的。又或者呢，你去公园踏青啊，或者旅行啊，又或者去海边度假等等，都可以背这个包。那么包包的缺点呢也很明显，你看就是一个大筒肩，里面没有任何的暗带，也没有什么抽绳带啊。但是如果你去官网买这个包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一个选项是有内置抽绳带的，不过要等8到10周，算了，我实在等不了了。我呢是在一个叫做 Setia 的网站上面买的，大概是537美金。不过呢，在那个网站上面，我买完这个颜色就断货了。不过没关系，这款其实有很多其他的颜色都不错，尤其是深棕色和焦糖色，在其他的季节搭配呢也很适合，而且呢更加适合通勤一点。那我也给大家找了几个其他电商上面有货的链接，都会放到描述框里面，喜欢的同学呢可以去拿。再接着一款呢是来自 Philipp Plein 3.1的这个草编包。Philipp Plein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是来自美国的一个蛮有名的时尚设计师。他呢和好朋友周文一起创立了 Philipp Plein 3.1这个品牌。因为2个人在创业的时候都是31岁，所以品牌取名叫做 Philipp Plein 3.1，有点意思。品牌风格呢，主打一个 cool, easy and chic。那我这款的包款呢，其实是他们的一个明星款了，但是呢，这个是草编包质地，而且是双色拼接的，蛮特别的。先看材质，它是拉菲草编织而成的，而拉菲草呢，也称为草中皇后，因为呢，拉菲草要比普通的草呢，会更加有韧性，而且更轻盈，背起来呢不会有沉重感，而且呢很耐用。除了拉菲草之外它呢采用了这种钩针的这种编织方式，非常特别，既有手工感，又带着一点点这种复古的气质，而且它的拼色也蛮有意思，是这种米色搭配黑色的拼色，形成了几何纹理，很有现代感，而且打破了草编包大部分都是纯色的那种单调感嘛。所以呢，这个包包虽然是草编包，其实呢蛮有都市感的，通勤背问题也不大。它呢在包包的边缘、包身这里，还有底部，还有肩带这里，你看都做了黑色的这种皮革的拼接。不过呢，它不是真皮，它是环保皮。这样的话呢，价位也会更加亲民一点。而且呢，增加了这个皮革之后呢，整个包包的支撑力会更好，也更加的耐用。同时呢，上面还有这个白色的明线，看到没有？那这样呢，也会增加高级感。这个包做工也不错，你看走线什么都非常的好。包包的一侧呢，还有一个品牌名字的一个包挂是可以拿下来的，同时里面还有一个暗袋，这样呢，你装一些零碎东西也会更加的方便，更安全。它的肩带的长短呢也不错，你看就是可以这样肩背的，正好。它的肩带呢也是有一定的宽度的，所以当你这样背上去的时候呢，压力会比较平均一点背起来就会比较舒服的。另外呢，因为它比较柔软所以你背起来也不会觉得太粗糙，不像有一些草包我后面会说到的。而且呢，因为它很柔软，你也可以把它折起来。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去度假，对吧？晚上去比较高档的这种海边餐厅，就可以这样去，不是很有气场吗？对不对？那我跟大家说实话，一开始呢，我看到这个拼色，我其实还是有点犹豫的，因为一般来说米色好像跟棕色拼的比较多，很少见到跟黑色拼在一起，会不会不太实用但是没想到，我最近发现它的利用率非常的高，因为我有很多黑色的衣服。而且呢，再加上我平时都是穿纯色衣服嘛，如果又配一个纯色的这种中性色的包包呢，会显得比较单调，那这个包包就可以恰到好处增加亮点了。比如说呢，我之前就搭配了 Very One 和 Fabric 的这条黑色小洋装，而且这个包包的拼色呢，还和我这个草帽的拼色呼应了。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拼色包包，换一个纯色包包，这一身呢会是多么的无聊和寡淡。还可以撞色搭配比如说我最近入的这一套 Zara 的深蓝色的套装配上这个包包，一下子就画龙点睛，全身就火起来了。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呢，也可以背这个包。比如说前一阵我出门经常穿的是 Oak and Fort 的这一件皮夹克，没想到背上这个草包也是完美适配而且给全身穿搭呢增加了一些随性和慵懒感。
那缺点呢，就是成也拼色，败也拼色。拼色呢，确实能够给全身穿搭增加亮点，但是缺点是它肯定不如黑白灰这样的中性色、纯色的包包呢利用率这么的高。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的，就看大家自己是不是需要这种类型的包包了。因为本身我的工作需求啦，也是需要有一些能够点亮全身的造型单品，所以这个包包对我来讲呢是特别适合的。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我有一说一我觉得它的原价$495是有点贵的。好在我要到了一个75折，$371，这个我觉得价格还是挺合理的。另外个子娇小的女生呢，推荐买小1号的这款包包。不过缺点是它只能够手提，不能够肩背。原价呢是$350，打个75折$262，价格也还可以。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对了，最近频道呢有一些改版，以前呢我也会把我的同款穿搭的链接以及全球的一些折扣呢，都会放到 YouTube 的 post 里面。但其实 post 里面呢不太适合放链接，所以呢，如果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我的同款链接、明星同款以及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的朋友呢，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入群信息呢在 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再接着一个呢是这个草编包了，来自 COS， 我应该也买了有几个月了吧，大家应该都看到很多次了。我买它最主要就是喜欢它的形状，它呢不是传统的托特包，而是上面宽下面窄，有一点点像扇形，有建筑的美感，而且还蛮优美的。这个包包呢是采用天然麦秆编织而成，但是呢没有我前面这个飞利浦林 3.1 的这个包包的拉菲草要品质好，这个会稍微差一点点这个也是能理解的啦，毕竟呢是 COS 嘛，对吧？售价也放在这里。不过呢比较难得的是这个呢它不像其他的快时尚品牌就是好像是工业流水线上面的产物，这个是由工匠手工编织的，每一个包包都要历时1周才能够完成。这样呢就赋予包包独特的灵魂和温度。大家可以看一下质地非常的紧密，一看呢就会比普通的那种廉价的草编包会更加耐用，而且它的这个颜色其实并不是完全均匀的，而是深浅不一的，这样呢也比较有立体感和层次感。这个包包呢，它呢其实内里也是一个大桶包的，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看内里有一个暗袋，这个暗袋是坐在包身里面的，但是从外面看呢是完全看不出来的。而且这一整块是真皮的质感相当不错，还有一个拉链设计，里面呢就可以放钥匙钱包、手机这些东西，还是蛮贴心的。那这个包包的颜色呢我也蛮喜欢的，就是这种天然麦秆的颜色，非常的柔和，很有那种大自然的感觉，而且呢正好跟我的草帽是可以配一对的，而且也蛮好搭配衣服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扇形包型的缘故，所以要比一般的这种草编包呢更加有时尚感，更摩登，更都市。哪怕呢拿着它去通勤也不会太违和。比如呢我之前就搭配过 COS 的这件钴蓝色的针织衫选这个包包就正好是撞色搭配，你看这样穿去上班其实也是 OK 的吧。那么这个包包的缺点就来了，首先第一，因为它毕竟是草编包嘛，而且是天然麦秆，摸起来呢手感其实是有一点点粗糙的。它的手感呢是远远不如这个飞利浦林的这个包包，这个摸起来没那么粗糙，而且可能是因为它是手工这种钩针编织的缘故，你看它的外面其实是呈现这种圆弧形的，所以呢你背在身上不会觉得毛糙，但这一款这里其实是会有点毛糙的。那就更不要说真皮包包了，这真的是很柔软舒服。那这个包包更大的一个 bug 呢，就是它的这个肩带你看它的肩带做的特别的粗，好处呢就是很挺阔，对不对？看上去很贵。坏处呢就是当你这样背在肩膀上，尤其是长时间背着，肩膀会痛的。那我今天穿的衣服呢还算是有一点点厚度的，所以你这样背在肩膀上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穿特别轻薄的衣服，或者说是裸露的肩膀，背这样的肩带长时间背呢就不怎么舒服。你看这里再一次凸显这种真皮的好处因为它很柔软，所以背在肩膀上就很舒服。另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储存不方便你看如果我把它这样完全的摊平，这样的话呢，你看长时间的话这里肯定会有折痕，对这个包包是不利的，所以你就必须把它直立的把它放在包柜里面当然你里面可以塞其他包了，但因为这个手柄又很硬嘛，你就会怎么都弯不下来，你知道吗？你看弯不下来，你就只能这样子弯，
整个这个手柄啊就特别的难储存，所以你就需要这个包柜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它的储存有很多的局限性，蛮占地方的。对于我这种家里本来就比较小，包柜特别小的人来讲呢，其实这个包包储存起来是有点头疼的。价格呢是$159，还算是良心价的，而且确实好看啊，拍照片啊，或者是日常穿搭都会很出彩，也蛮有夏日的氛围感。那这些缺点就看大家能不能忍了啊。这一款呢还有一个深棕色，那大家肯定会猜为什么我没有买这个深棕色，因为其实我有一款 COS 的这个深棕色，是我去年买的，今年拿出来呢，我依然非常的喜欢。大家来看一下，用了已经1年多，它这个草边的质量好像还不错，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断裂，对不对？COS 的质量在一众这种快时尚品牌里面啊，绝对是一骑绝尘哦。那这款呢，跟米色的这一款是一样的材质啊，你看它也是有这种深深浅浅不一样的棕色，就增加了层次感，这一点我特别的喜欢。它呢是一个经典的大托特造型，而且下面是做了定型的。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内里啊，它除了内里呢有一个这个真皮的暗带，跟那个米色是一样的，而且它下面一整块都是真皮的，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个托特包定型。哎呀，真的是很考究了。那缺点呢，跟米色那个一样啊，也是肩带呢背起来不太舒服，而且整个这个草边这个草其实是有一点点粗糙的。另外呢，储存不方便。但是呢，确实很好看啊。比如说呢，我最近就搭配过 Zara 的这个机能风外套，还可以搭配牛仔裤啊，上面可以加一个包挂，或者呢在上面加一根丝巾，会增加一些女性气质。不过呢，我这一款买不到了，喜欢棕色的话呢，就买我之前米色款的这个棕色就好了。那最后呢，就来一个美白精华吧。这个呢是来自 Goop 集团的，在美国的朋友呢肯定都听说过 Goop， 是由小辣椒成立的生活方式品牌。没想到他们家的 beauty 线呢发展的也不错。那这一款呢主打的就是美白淡斑。哎呀，我急需，因为我脸上有很多的斑点。首先呢就是它的成分蛮厉害，它呢是20%的维生素 C， 而且呢这个维生素 C 啊不是那种很温吞的什么维 C 衍生物啊，而是实打实的左旋维生素 C。这个呢可是维 C 家族里面啊吸收最直接、活性最强的成分。同时呢，加入了2味酸，主打抗氧化，还有一些能够舒缓修复肌肤的成分。所以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呢，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刺痛啊或者拔干的问题。配方呢轻盈水润，是像水状一样的，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完全的不会黏腻的。它呢能够有效改善皮肤不均啊，或者是肌肤比较暗沉啊、色斑啊，以及一些晒斑啊等等。它呢能够提亮肤色，还能够强效抵御自由基的损伤。同时呢，皮肤感觉还挺润润的，肤感也很不错。另外啊，它的包装很有意思啊，它来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盒子，里面呢是有2瓶，有点像做化学实验。这一瓶呢本来是一个粉末，就完全干的粉。这一瓶呢叫做 Activator， 就是激化剂。刚刚用的时候呢，要把这个 Activator 里面的液体呢导入到这个琥珀色的粉末里面，然后把它摇匀。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所有的成分呢都能够激活，就可以用了。那你分开包装呢，也能够保持成分的活性和新鲜度。这瓶呢是早晚都可以用的。好了，一口气分享了最近爱用的几款包包，大家最喜欢其中的哪一款呢？有没有被我种下一片大草原呢？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啊。之后呢，我的所有同款的链接、明星同款以及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就不会同步在 YouTube 的 Post 里面，全部都会在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群里面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进群，进群方式呢，请见 YouTube 的描述框。好了，谢谢大家看到现在，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